梦中的那个世界是否才是真实的世界？到底什么是梦？多数情况下，梦是我们睡觉时大脑的无意识活动，这些活动会创造出生动的画面、情景、体验，并留给我们似是而非的关于梦的记忆。梦可以非常生动，也会给我们带来情绪体验的记忆。你可能会感到快乐、悲伤或恐惧，有时可以令人困惑，但有时也会让人想清楚一些事情。事实上，在古代，一些智者已经开始思考和研究梦是什么。著名的庄周梦蝶故事，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周公解梦也是古人解释梦想内容的猜想。古人对梦想的解释更倾向于神话，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上没有神鬼。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梦是怎样的呢？为什么人类睡觉时大脑会出现各种梦？人体是非常复杂神秘的生命体，特别是大脑是核心。人类之所以能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是因为智慧的生命，是因为我们有发达智慧的大脑。既然大脑是人类的核心，那么它的每一种表现都不可能毫无意义。大脑中出现的各种梦想，对人类来说必然代表着意义。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梦可以在睡眠中随时都可能发生，但最容易做梦的睡眠阶段是眼快动期，这个睡眠阶段大脑最为活跃。照专家的说法，我们每晚至少要做4到6次梦。随着我们对未知领域的不懈探索，人类也正在不断刷新着对于某些现象的普遍认知。而我们每晚都必将经历的梦境，或许也存在着另外一种让人细思极恐的解释。我们为什么做梦？关于我们为何做梦的理论很多，虽然很多理论已经有大量的实验证据，但对于做梦仍没有完整的定论。一些研究者认为梦没有特定的生理作用，不过是大脑在睡眠时控制力下降的一种随意活动。而另有研究认为，梦对于心理、情感和身体健康是必不可少的心理生理过程。但大量研究表明，做梦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具有积极的意义。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唤醒刚刚进入快速眼动睡眠状态的受试者，然后记录了他们的关于梦的感受，有下面这些，例如焦虑、紧张、压抑、精神难以集中、紧张感、幻想等等。而现代心理学家认为，梦想的存在有助于帮助解决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整合回忆，处理情绪。例如，你带着疑问上床睡觉，醒来时则可能已经找到了答案。1899年，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经过长期研究后，在出版的《梦的解析》一书中，详细阐述了他对于人类关于梦的研究。他在书中将梦这种现象归结于是人类潜意识核心里的共同作用，类似于我们平时熟知的那句话“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过众所周知的是，人类对于自身的研究还微不足道，我们对于浩瀚宇宙的认知甚至超过了自己的身体，所以学术界对梦的成因与目的仍无法给出最终定论。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如果只是简单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解释梦这种现象，的确还无法彻底还原梦的真实面貌。梦既真实又虚幻，这属于心理还是想象，又或者还有其他不为置认的含义，目前的确还是一个未解之谜。但我们或许能在其他一些方面去捕捉到一些关于梦的蛛丝马迹。你是否思考过一个问题？人的一生当中有1/3的时间都是在睡眠状态下度过的，而当人们一旦进入睡眠状态时，我们就开始完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那就是梦境世界。在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我们做着一些离奇的事，遇见一些神秘的人，有着一些看似荒唐的思维，但那个世界中的一切的确又那样真实，以至于让你在突然醒来后的一段时间里，甚至无法区分梦境与现实。梦境的世界是人类无法摆脱的一个世界，没人能拍着胸脯保证它永远可以不用睡觉。从生物的结构机能上来说，
生物如果不睡觉，就会对生物的新陈代谢造成不可逆的严重损伤，无疑是自取灭亡。其实自生命诞生的那一刻起，睡眠这件事就已经被注定，我们要活着就必须睡觉，千万年来无法进化也无法改变。我们完全可以接受睡眠，也是生物运行过程中的一部分。那梦这种看似多余的现象，又是谁赋予我们的一道紧箍咒呢？并且要让人类用1/3的时间来面对它，睡眠会不会只是一条让我们去往梦世界的必经通道呢？不得不说，这样的安排看似合理，却让人不寒而栗。我们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梦境世界给予我们的含义，或者创造生命的那个人一开始就在告诉我们，梦境世界才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那个世界，现实世界不过才是黄粱一梦而已。其实或许已经有人探知并领悟了这样的真相。释迦牟尼以四大皆空作为佛家真理，他不断告诫世人，世间万物，你所看到的一切和你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你喜怒哀乐的情感，其实都是虚无缥缈的，是不存在的。便如《心经》中所讲，要想去往充满大智慧的永生彼岸，升华自己，就必须摒弃现实世界中一切看似空无的东西。那么，释迦牟尼1000年前所指的那个彼岸，是否就是那个梦境世界呢？现实世界才是虚幻的存在，无独有偶，佛家与道家都遵从以打坐禅定这种使自己完全进入冥想状态来修炼悟道，以使自己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再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冥想这种方式是否与睡眠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呢？而目的都是需要借由一条通道去往梦境世界，不同的却是，通过冥想进入的那个梦境世界一定是可以被自己控制的，身处其中，可以像在现实世界里那样去感受一切，你能做到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做到的事，并且没有现实世界中的烦恼忧愁。所以佛家高僧看破红尘，终其一生立成正果，就是在告诉我们，梦境世界其实才是最真实的那个世界。假设我们每天生活的现实世界就是生命的造物主给予我们的一道考验，只有在让你感受过痛苦烦恼后，并且战胜它，才能够取得进入完美梦世界的入场券。释迦牟尼应该是第一个做到的人，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释迦牟尼那样的大智慧，那我们是否就注定无法去往释迦牟尼所说的那个完美梦世界吗？或许我们可以，当我们逐渐淡薄一些名利欲望，不争不贪，看淡一些为了一日三餐的压力哀愁，不怨不叹，你一定会慢慢发现，其实你与那个美丽的梦境世界原来并没有如此遥远。所以到底现实世界和梦境世界究竟哪个才是真实的，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别让自己活成一场梦。好了，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见。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双生子杨谬。双生子杨谬其实是一个相当古老的悖论了，是在狭义相对论诞生之后提出来的，是关于时间膨胀的悖论。其实这个悖论早就被诠释过了，但时至今日，仍旧有不少人不理解双生子杨谬，仍然用这个杨谬质疑狭义相对论。今天再次科普一下双生子杨谬，希望对双生子杨谬和狭义相对论的误解到此结束。一对双胞胎兄弟，哥哥乘坐飞船离开地球，飞船速度为亚光速，而弟弟待在地球上等哥哥回来。问题就来了，哥哥飞行一段时间之后返回地球，哥哥和弟弟两人谁更年轻呢？按照狭义相对论中的时间膨胀效应或者中慢效应来诠释，哥哥应该更年轻，因为速度越快，时间就越慢。哥哥以亚光速飞行，时间自然就会变慢。但是由于速度是相对的，相对哥哥，弟弟同样在亚光速飞行，那么弟弟的时间也自然会变慢，于是弟弟就更年轻了。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结果，弟弟认为哥哥更年轻，而哥哥眼里弟弟更年轻。到底谁对谁错呢？谁更年轻呢？其实哥哥和弟弟都没有错，
也就是说，假如哥哥和弟弟都能看到彼此，在他们眼里的确对方更年轻，但两者其实并不矛盾。为什么？因为弟弟和哥哥所在的参照系并不是平等的，哥哥所处的参照系是非惯性参照系，而弟弟处在惯性参照系。而狭义相对论推导出来的任何公式都是建立的惯性系基础上的，只要两人都处于惯性系，他们之间的时间对比才有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哥哥和弟弟都绝对对方更年轻的尴尬局面，两人之间的时间对比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考虑到狭义相对论只适用于惯性系，而广义相对论适用于所有参照系，是否意味着必须用广义相对论才能诠释双生子杨谬呢？并不是这样的，虽然是非惯性系，同样可以用狭义相对论来诠释，只不过过程稍显复杂。可能有人会提出质疑，狭义相对论的基础不是惯性系吗？刚才你还说了哥哥处在非惯性系，怎么能用狭义相对论去诠释呢？其实这种担心是对狭义相对论的误解。虽然狭义相对论的基础是惯性系，但并不意味着不能处理非惯性系的运动。也就是说，如果某个物体在惯性系里做变速运动，其实是可以用狭义相对论去描述的。我们通过建立多个瞬时惯性系的方法来描述，就相当于数学中的微积分四象。如果你还搞不明白，想想初中物理课上的牛顿运动定律。牛顿运动定律成立的前提也是惯性系，但在处理加速运动的物体时，牛顿运动定律仍旧适用。那么，到底该如何从狭义相对论的角度去诠释双生子杨谬呢？首先，我们要明白狭义相对论的一个很重要前提——狭义相对性原理。所有惯性系都是等价的，所以我们只需要考虑哥哥或者弟弟的某个参照系下的结果就可以了，无需再考虑另一个参照系。首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哥哥乘坐飞船返回地球的过程中，不可能一直处于匀速状态，虽然在整个过程加速减速的时间会很短，但其实是不能忽略的，因为时间越短，意味着加速度越大。为了更方便计算，我们把飞船加速减速的过程看作一个均匀的过程，也就是说，加速度是恒定的。如此一来，就不需要考虑加速度过大导致哥哥不能承受的问题。这里就假设哥哥乘坐飞船飞向254万光年外的仙女座星系，然后再返回地球。整个过程可以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飞船以地面附近的重力加速度，也就是 9.8 的加速度不断加速。第二阶段是以同样的加速度减速，2个阶段过后，保证达到仙女座星系时，飞船的速度正好为0。而第3和第4阶段与第一、第二阶段是一样的，只是方向相反罢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利用狭义相对论来分析变速运动了。狭义相对论中有速度变换公式洛伦兹变换，实际上，洛伦兹变换也适用于加速度的变换，推导过程就不再详述了。公式中略就是飞船内部测量到的加速度是个固定值，而日是弟弟所在的惯性系测量到底额加速度。从公式能够看出，随着飞船速度不断加快，弟弟观察到的飞船加速度会逐渐变小。其实这也说明了，不管飞船如何加速，在弟弟眼里，飞船的速度永远不可能达到甚至超过光速。还有一点，其实时间膨胀效应同样也适用于变速运动。哥哥和弟弟时间到底会有怎样的变化呢？给出两者的固有时计算公式。这里强调一下，固有时就是本人感受到的时间，说白了就是自己口袋里随时携带的钟表的时间。公式中的 t 代表弟弟的固有时， t 代表哥哥的固有时， s 是哥哥飞往仙女座星系第一阶段飞行的距离，大约127万光年。那么，哥哥从离开地球开始，到再次返回地球，整个过程中到底花费了多长时间呢？这里直接给出答案，具体计算过程就不再详述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尝试计算一下。整个过程，哥哥只花费了大约57年时间，
这是哥哥的固有时。也就是说，虽然地球距离仙女座星系254万光年远，但哥哥只花费了57年时间就飞行了254万光年。而当哥哥终于返回地球，迫不及待地想去看分别已久的弟弟时，却发现弟弟早就离开了人世。不仅弟弟离开了，甚至整个人类都离开了地球，或者人类文明早就终结了。因为哥哥会发现地球时间已经过去了大约500万年之久。有人可能会有疑问，254万光年的距离，即便以光速飞行也需要254万年，怎么可能仅仅需要57年呢？这就是相对的问题。所谓的254万年只是在人类眼里花费的时间，也就是在人类眼里，哥哥如果以光速飞行，的确需要花费254万年才能到达仙女座星系。但由于哥哥速度很快，会出现明显的时间膨胀效应，因此在哥哥眼里根本不用花费254万年，只要速度足够快，就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到达仙女座星系。能够看出，在弟弟眼里，也就是以弟弟所在的地球为参照系，哥哥的时间确实变慢了，更年轻。看到这里，肯定会有人不服气，刚才你不是也说了，在哥哥眼里，弟弟的时间也会变慢吗？这是不是说明弟弟会变年轻呢？确实如此，但之前也解释了，哥哥和弟弟处于2个不同的参照系，他们的时间对比就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哥哥和弟弟都位于惯性系，或者说同一参照系，在进行时间对比才有意义。如果哥哥永远不返回地球，哥哥的时间快慢与弟弟的时间快慢就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需要为各自的固有时间负责就好了，别人的时间对于他们来讲是没有任何一样的。就像人类在地球上，只需要为地球时间负责就行了。假设5000光年外存在外星人，外星人所在的行星正好在黑洞附近，黑洞强大的引力会让外星人的时间变慢，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外星人的时间不管多慢，与人类也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只要人类和外星人不发生任何交集，都只需为自己的固有时负责。可能还会有人感到有些别扭，那么好，我就从哥哥的角度，以哥哥所在的飞船为参照系，再来分析一下，看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这一次用哥哥和弟弟的时空图来解释，纵轴和横轴分别代表时间和空间。因为弟弟所在的地球参照系一直都是惯性系，所以弟弟的世界线是垂直的，与纵轴完全重合。哥哥所在的飞船参照系为非惯性系，所以哥哥的世界线就是曲线。这种用几何语言来对比时间快慢的方式，更直接也更简单有效。但是这里需要强调一点，世界线的对比并不像我们学数学时的直线和曲线长度对比，数学课上的长度对比只是3维空间的对比，而世界线的长度属于4维时空。与3维空间不同的是，4维时空比世界线的长短并不是曲线长于直线，而是恰恰相反，直线其实要长于曲线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说白了，不要用3维空间里线长的对比方式理解4维空间里面的世界线长。通过数学公式也能够推导出为什么会这样，这里就不再详述了。同时这也说明了一点，世界线的线长代表的固有时是一个恒定不变量，不会因参照系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既然是不变量，也就意味着不论从任何一个参照系分析得出的结果都是一样的，结果都是哥哥的时间更慢。以上都是用狭义相对论来分析双生子杨谬的，会有些复杂。其实从广义相对论角度更容易理解接受。哥哥自返回地球的过程中，势必会经历减速加速过程中，哥哥一定会经历很强的加速度。根据等效原理，加速度与引力是等效的，加速度产生的惯性质量与引力质量等效，等效于哥哥经历了超强的引力场，也就相当于哥哥在返回地球的途中在黑洞附近逗留了一会，当然哥哥的时间会变慢。关于这点，在科幻电影《星际穿越》里面也有体现，男主人公在黑洞逗留了几个小时，
返回地球时发现地球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不过，不管是狭义相对论还是广义相对论，都只是理论上的分析，有没有实验来验证这点呢？实际上早就验证过了。科学家们早就利用精准度超高的原子钟做过实验，把原子钟分别放在2架飞机上，一架向东飞行，另一架向西飞行。最终，当飞行重返地球之后，2个原子钟上面的时间并不一致，向东飞行的飞机时间更慢，向西飞行的飞机时间更快。当然，这是综合了速度和引力的双重影响的出来的结果。总结就是，双生子杨谬并没有任何矛盾，亚光速飞行的哥哥一定会更年轻。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了，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见。